父皇为我招驸马，将军长子骁勇矫健，太傅幼子面如冠玉。我正举棋不定，眼前浮现一行字：选9000岁啊，我的宝！他看你的眼神都冒绿光了。小将军和小书生都不爱你，选了也会退婚，到时候你名声一坏，只能给9000岁做妾了。我回头，眼神阴鸷的9000岁正盯着我看，但这是我的第3世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自幼便能看到半空的字迹，他们告诉我，我生在一本太监病娇文里，虽然我贵为公主，但我的官配是父皇身边的9000岁燕昭。燕昭一袭红衣，面容如鬼，喜怒无常，深受父皇宠信。年幼的我吓傻了，跌跌撞撞的长大。后宫中的皇子皇女很多，父皇终日沉迷丹药和寻仙，连自己有几个公主都记不清楚，更别说关照我。直到我及笄，父皇说要给我挑驸马。殿堂上，将军府的长子骁勇善战，长眉入鬓，一双星目灿然若星。太傅府的幼子温润如玉，学富五车，待人一向温柔之礼。我一时拿不定主意，那些字幕又出现了：选9000岁啊，我的宝！他看你的眼神都冒绿光了。小将军和小书生都不爱你，选了也会退婚，到时候你名声一坏，只能给9000岁做妾了。我回头，眼神阴鸷的9000岁正盯着我看，我被害得站不稳腿脚。吾儿，你心悦哪个？父皇半躺在高高的龙座上，眯着眼问我。文臣柔弱，武将骁勇。若9000岁对我心生歹意，我要给自己寻一个依仗。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抬手指向将军家的长子窦然。父皇，我嫁窦将军。窦将军可愿？窦然欣然接旨，出殿却骤然沉下脸。我不明所以，按部就班的备嫁衣，绣鸳鸯，躲着9000岁如愿等到了大婚。可鸳鸯红烛下，我的丈夫窦然却将合卺酒砸碎。公主，你误我终生。我这才知道，他有心悦的狐女养在边疆。狐女身份低微，不能做正妻，他原想着日后娶一房闺阁小姐，将狐女算作外室，这样待他驻守边疆的时候，就能和狐女双宿双飞。可我打碎了他的谋划，上公主的臣子便不能入室了，也不能再回边疆。我问他，当初殿堂上我问你是否愿意，你为何不说？窦然愤然甩袖。我懂了，他心悦那狐女，却又嫌她身份丢人，不愿意让世人知晓。他想取信于父皇，得胜归来求父皇赐婚，但没想到父皇会赐他个公主。谋划落空，他不敢怨父皇，不想怨自己，便来怨我。起初他只是冷待我，后来父皇病重，接连数天不上朝，对我这个公主根本不闻不问。窦然就对我更苛刻了。烟花3月，那狐女突然就从边疆辗转回京。字幕再度出现。好家伙，9000岁把狐女弄回来了，这小公主和窦然算是完了。就是这个不择手段的味儿，爱了爱了。是燕昭干的吗？我在春日情不自禁地打了个颤。狐女在府中日日针对陷害我，窦然明明知晓实情，却还是维护她，将我的分力一降再降，对我百般搓磨，病重都不肯救治。我送去宫中求援的信如石沉大海。有9000岁在皇帝身边，你的信怎么送得进去啊？你去求求燕昭就好啦，只要你掉一滴眼泪，他肯定立刻心疼的恨不得将这对狗男女立地斩掉。我不懂什么是虐恋文，可我不喜欢燕昭，甚至是惧怕他比我大近20岁，眼睛像鹰一样。近日来窦然在外很不顺利，朝堂上被人弹劾，朝堂外被人突袭，有高人指点，说他得罪了9000岁。窦然带着金银去拜会9000岁，连大门都没能进得去，只得了一句：驸马爷上公主时，可是春风得意。当晚，窦然亲自送来了一杯毒酒，他漠然地看着我。曾经以为能为我遮风挡雨的健壮身躯，如今成了牢牢挡住我求生的墙。公主，我虽然不知你怎样得罪了9000岁，但你既然进了窦府，总要为我做些事吧？你死了，燕昭就不会为难我了。我仓皇地尖叫。燕昭他爱我，你不能杀我。黏腻的血腥味混着难堪，
我惶恐地喊出那些字幕说的真相，可窦然不信。9000岁看上去同我毫无交集。狐女转着绿色的眼睛，若是9000岁真瞧上了公主，日后想到公主曾被将军占有，在府上受了委屈，恐怕更不会放过我们。一句话结束了我草草的一生。我重生在选驸马的殿堂上，父皇眯着眼捧着香炉，他喊着吾儿，却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，不过是觉得赐婚这事有趣，拿来解个闷。窦将军魁梧，吾儿可喜欢。窦然魁梧，却空有大丈夫的身躯，没有大丈夫的心胸。他自私狭隘，害我性命。我的脏腑无由来的一痛，提醒着我上一世的惨痛经历。可验招，红衣的9000岁正递给父皇一颗丹药，他是父皇最宠信的人，字幕都说他爱我，可他拦下了我求援的信笺，送回了恶毒的狐女，还授意窦然毒杀我，要我如何信？踌躇之间，太傅府的幼子宋清墨朗朗笑了一声，他朝我行礼，如春风沐雨。清墨心悦公主已久，求公主惦念。宋清墨，他在京中一向口碑很好，温润如玉，善良慈悲。他虽然生得文弱，却捐献银子，救助灾民，收留孤苦无依之人。我只求一世安宁，于是我选了宋清墨。宋清墨的确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府上干干净净，没有通房，也没有外事，平日里就爱养个花，逗逗鸟，写写字。我们度过了一段很和谐安宁的日子。公主，我做梦都想同你一起，真好。宋清墨说，他很小的时候随父亲进宫，给太子哥哥当伴读，曾经见过小小的我。我母妃早逝，在宫中无人回护，被几个年长的公主欺辱。他曾在假山后扔石头，替我赶走那几个讨厌的姐姐。原来是你，我惊喜不已。我曾想过很多次，暗中助我的是谁？是否是母妃留下的人，或是父皇对我还有几分关照？更甚是想过是否是燕昭，没想到会是我如今的夫君宋清墨。宋清墨本就无心朝堂，成亲后便同我吟诗作赋，好不快活。成亲之前，我曾一再同他确认是否愿意上公主，我不愿再重蹈覆辙。可宋清墨只是笑着说，父亲告老，皇上如今对宋家并不看重，纵使不上公主，我也没有入仕的机会，更何况我志不在此。的确，宋太傅忠心耿耿，曾是父皇的老师，对父皇寻仙问道很不赞成，多次被贬。宋清墨是他老年得的幼子，只希望他安宁顺遂。几个同龄的公主先后择驸马，却过得并不好。父皇依旧如上一世般身体迅速衰败下去，9000岁一人把持朝政。几位驸马看人下菜碟，对公主们的态度急转直下。而宋清墨却不一样，他依旧以府上最高的待遇待我，旁人揶揄他纳妾，他一口回绝，府上诸事都是我说了算。这一世应当是选对了。我红着脸告诉他，我叫芷月，是母妃取的名字。芷月，我必不负你。但那些字幕还是来了。9000岁韬光养晦，终于没有人能干涉他了。急死我了，小公主都和那个宋小白脸在一起半年了，9000岁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有了有了，9000岁给宋清墨带话了。我握紧了拳，在袖中备好了锋利的刀。若是宋清墨也如同窦然那般负我，要杀了我向9000岁献媚，我就和他同归于尽。芷月，我回来了。宋清墨笑着喊我，我给你带了最爱的烤青虾，还有南城的青糕。他放下手中拎着的吃食，心疼地摸我的额头。怎么这么多汗？生病了吗？我紧盯着他的眼，一错不错，仔细辨别是否有杀意，却只在他清澈的眼中看到了我的影子。我虚脱一般地卸下力来。清墨，桌上的糕点鲜香，我却提不起胃口。那些食盒总会在我眼中变成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如同上一世的那杯毒酒。无妨，不想吃就先放着。他轻轻哄着我，我忍不住问：9000岁找你了？宋清墨一愣，点头。他说了什么？9000岁要我莫忘了当初娶你的初心。他同我说了些你的旧事，儿时的事。芷月，你从前过得辛苦，是我来晚了。
字幕刷得飞快。9000岁回忆过去的时候，我快要心疼死了。他以前人卑言威，不能保护自己的小公主，该多么难过啊！女主，我恨你是猪。9000岁谈起你小时候，眼里的感情和占有欲都快溢出来了，怎么就没让你看到呢？宋小白脸就没发现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。这些文字总是一副我不和燕昭在一起就是不识好歹的样子。他们向我宣泄着情绪，宣泄着燕昭所谓的爱意，可我从未感知，只觉得惧怕。我不愿要那些占有欲，不愿要他的关注，只希望9000岁能离我远远的，再也不要来打搅我。芷月，来赏月吗？宋清墨打断我的思绪。我们牵着手坐在庭院中，看月亮慢慢地爬上树梢，篦子燃起暖身的香。芷月，他轻声喊我。从第一次见面，我就心悦你了。你像一颗遗落在后宫中的宝石，让人心折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若是日后能和你在一起，该有多好。我没想到梦能成真。一个梦成真了，人就会变得贪心，会想要更多。我颔首说我知道，谢谢他救我于水火。我们会好好的在一起，拥有更多更多。夜深了，我们歇下吧。他牵我进屋。今日的香燃得格外浓一些，我隐约有些手脚发软，忍不住攀附，却听到宋清墨依旧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：抱歉，芷月。情势陡转，我透过他的右肩看见了一双眼睛，红色的衣裳。宋清墨垂着头后退一步。9000岁，我允你的，给你了。我愕然抬头，却见宋清墨脸色苍白地笑了一下。芷月啊，燕大人很看重你。我忍不住发抖，爬起满背的冷汗。什么叫燕大人很看重我？宋清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将我送给了燕昭。我想跑，却觉得腿脚如同灌了铅，又沉又重，迈都迈不开步子。浓重的熏香味灌进鼻子，和刚刚赏月时燃的香味道一样。我被下药了。红衣声线阴冷地向宋清墨承诺：宋大人，明日你便是礼部侍郎了。宋清墨恭敬地行礼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宋清墨不似窦然那般愚钝，他看出了9000岁掩藏在话语里的心思。他不会杀我，因为他要将我送给9000岁，来换自己仕途上的青云梯。他说梦成真了，便想要更多，想要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权力、官职、扶摇直上。他根本就不是寄情山水，而是苦于没有攀附的筹码，才装作一副无欲无求的模样。可笑，可笑，我还在以为自己选对了人。纵使我高贵为公主，可是没有权力，没有力气，依旧是别人手中待宰的羔羊，是男人换取利益的工具。我攥紧了手中的匕首，毫不留情地刺向宋清墨的左胸，在他愕然的神色中用力拔出。芷月，恍惚是9000岁的声音，竟然在常年的阴冷中真的听出了几分急切。那是我拿匕首划破自己喉咙前最后的思绪。我又重生了，回到了殿堂前选驸马的时刻。我选过骁勇的武将，选过温柔的书生，可他们皆负我。若我将性命系在为自己选一桩美满姻缘上，一旦嫁人，我便被束缚在高墙下，成为别人拿捏的弱兽。大半年后，父皇的身体会急转直下，9000岁燕昭把持朝政。我要抓住这半年的机会，为自己挣一条活路。吾儿啊，你心悦哪个？父皇依旧眯着眼，半躺着问，甚至没多看我一眼。后宫中的这些皇女都如同硕鼠般怯弱，在宫廷的倾轧下枯萎。有被害死的，有送去和亲的，还有父皇一怒之下赐死的。大周有律法，公主外嫁便算是夫家人了。可若要想活着，就必须挣得父皇另眼相待，维持公主的身份。父皇问：窦将军威猛，可好？不好。我掐着手心，镇定地开口。父皇恕罪，儿臣曾夜梦星宿老翁，教儿臣相面之微。殿堂上安静了。这窦将军面上桃花，一瞧便是春心萌动，已然有了心悦之人。高台上盘串的声音停住，帝王扫眼过来，有了几分兴致。我继续说道：可这桃花异色，难道窦将军的心上人
并非我大周人。天下三分，窦将军戍守边疆，万不可同胡人沾上关系。窦然愕然抬眼看我，强压震惊的神色。公主，臣万万不敢。我微微垂眸，是与不是，而臣不敢妄论，不过是循着老翁梦中教的法子推算得的。若是错了，还请将军勿怪，是本宫学艺不精。深宫中的公主如何能知晓边疆的事呢？父皇朝阶下的雪滴子摆了摆手，我知道他是遣人去查了。虎女在边疆不算秘密。窦然完了。父皇生了兴致，坐直了身子，他饶有兴味地问：星宿老翁，他还教了你什么？我察觉到宋清墨不动声色地将头埋得更低，他的确更敏锐，比窦然更聪慧。但人总要先下手为强。我坦言，父皇勿怪，我瞧宋郎君面如冠玉，却气血不足，不是望大周的面相。这话就说得很没道理了。宋清墨都急红了脸。皇上，公主，臣对大周忠心耿耿。气血不过是因为臣是老来子，先天不足。我做恍然大悟的模样。宋郎君先天不足啊？父皇当年的胃不正，一向最忌讳别人提出声。宋清墨刚说完就意识到了，脸色由红转青。但太晚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卫兵带走了。上一世宋清墨隐藏得极好，我没有他的把柄。但无妨，只要父皇查到窦然私藏的虎女，就算证实了我说的话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父皇必容不得他留。父皇惯猜忌。寥寥几句，窦然和宋清墨便被压了下去，待血滴子回话后再判。处理了他们，便轮到了我。他不会轻易信我。吾儿啊，你叫做……我适时跪拜在地。儿臣芷月。芷月啊，窦将军和宋郎君都不好，依你看，你想嫁谁？父皇在审视我。将父皇为我选的2位夫婿都拒绝，我到底想做什么？是否有人在替我传话，替我撑腰？眼前的字幕刷刷闪过。选9000岁。选燕昭啊。他看向你的眼睛都快绿了。虽然嫁太监是有些离谱，但燕昭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。我太磕病娇 CP 了。还是挺难的，不然前2世燕昭也不会一直蛰伏，等皇帝彻底不行了，才去找窦然和宋清墨要人。也有怜悯我的。小公主也蛮可怜的，也许她真的就不喜欢燕昭。那不如嫁给丞相府的公子吧，刘公子是个正直仁义之人，日后也不会亏待公主。嫁给南境的威远伯也很好，远离京城的纷争。嫁给谁？父皇在逼问我想嫁给谁，字幕也在议论我该嫁给谁。后宫中不受重视的公主，自幼便在筹谋给自己挑一个好夫婿，来避免有朝一日被和亲的结局。勋贵人家的女子及笄就要相看，给自己找一个好归宿。就连宫中的小宫女们，平日里叽叽喳喳，也在聊等有一日放出宫，要寻一个怎样的人家。我曾经也这样想，可我如今悔了。我深深的叩拜。父皇，星宿老翁梦中指点，孝字为先。芷月唯愿替父皇诵经抄书，挡灾挡怨。不嫁人才是最好的保护。烟花3月，虎女在北疆自尽，窦然畏罪自裁。一架破旧的马车摇摇晃晃，将宋清墨押去了岭南，终生不得归京。血滴子将我的过去查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反倒是虔诚抄录的佛经，每次送去，父皇的身体状况都会好一些。1次是碰巧，2次、3次，父皇召我觐见。芷月，你经书抄得很好。流水的赏赐送进了我的宫中，我也从孟昭仪的偏殿换到了独立的小院。缘由是我依照前2世父皇开始罢朝，身体每况愈下的日程，大致推算出了他吃下的一堆丹药有个相互生效到封期的日子。每到这个日子，父皇的身体便会好些，能正常上朝。第1世窦然便是按照这个日程进宫。我只要卡着药效最好的周期诵佛经，便做出了好似经书生效般的效果。我成了有用的公主，父皇不再提要我出嫁的事。可我依旧没有什么接近父皇的机会。直到9000岁燕昭来到了我的寝宫，我依旧怕他，只能强定心神，
端坐于桌案前。9000岁燕昭，自幼跟随父皇身侧长大，应当比我大近20岁，但面容却依旧光洁，毫无纹路。坊间传闻，燕昭会吃婴儿的心来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。也有传闻说，他是父皇的禁脔，随意议论他的人都会被拔掉舌头。他散漫的行礼，眼睛却紧盯着我，满是侵略和探究。公主最近很不一样。字幕说燕昭一直在看着我长大，那在他眼中我又是怎样的人？这样想着，我便问出了口。燕昭一瞬间有些讶异，然后他自顾自地坐下，替自己斟了一杯茶。公主从前像玉兔，生来便是金枝玉叶，要站在至高的位置上才敢靠近。我沉默，这的确是字幕里那些人对我的形容，也是过去两世的我。高贵柔弱，随着广寒宫坍塌而变得任人宰割。燕昭斜倚着，面上却很怀念。公主曾给过我半碗粥。她看向我，在触到我茫然的眼神后，叹了口气，又失望地移开了。公主忘了那段年幼就下燕昭的剧情，字幕给我讲过很多次，我分给她的半碗粥救了她的命。公主如今像是生出了爪牙，倒让咱家很意外。公主是如何得知窦然养在边疆的狐女？父皇沉醉于修仙一道，假的他也愿意相信是真的，可燕昭不是。显然他并不相信我做梦一说。燕昭面上喜怒难辨，我只能分神去看飞快闪过的字幕，来揣测他的心意。我们9000岁也觉得很难过吧？自己的小兔子也长大了，学会咬人了。不要吧，我身娇体弱一推倒的女主，就是要够娇够软才好看。变了的小公主，燕昭还会喜欢吗？不能让她怀疑。我在燕昭探究的眼神中，不自觉沁出了眼泪。本宫的确做了一个梦，但不是星宿老翁。本宫梦到了日后嫁给窦然将军，却被他的外室那个狐女毒杀了。燕昭闻言一愣，我摇摇欲坠，泫然欲泣，攥紧了手中的帕子。所以本宫绝不能嫁给窦然。窦然如此，焉知那宋郎君是何人？本宫久居深宫，那些个世家公子都不认得，我不敢信他们。落泪的间隙，我看到9000岁的表情悄然软化下去，像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瘦弱的我。好，那便不信他们。燕昭说，若是公主愿意，可以试着信昭，昭必不负你。我像字幕里说的那样，向9000岁哭诉不易，像一只受惊的玉兔，借他的怜悯，暗中为自己求生机。我不耻于此，但我必须要找到翻盘的机会。几番示弱之后，燕昭开始有意无意照拂我。我频频有机会在父皇面前露脸，而只要让我抓到一次机会，父皇就对我另眼相看。因为我梦中星宿老翁说的话，和他重金请来的仙道说的一模一样。仙道摸着长胡子，故弄玄虚。他说天外有仙岛，岛上有长生不老之药，却不肯说仙岛在何处，非要749金金锻造仙壶才能筹算。可还没等他讨要到金子，我就在殿前开口说出了仙岛的位置。星宿老翁昨夜托梦说蓬莱有仙岛，岛上生2株高树，乃上天对父皇虔诚之心增之。我如何能知晓仙岛的情状？第二是和宋清末纵情山水的那段日子，他假意无心仕途，曾游历山河，画下了很多特别的山水图，其中就有蓬莱岛，在水雾中若隐若现。彼时父皇已经用49金向仙道换来了蓬莱岛的地址，因而我对那幅画细细看过，记在心里。在这一世仙道开口的第一瞬间意识到，他说的就是蓬莱仙岛。话音落下，满堂皆惊，父皇抚掌大笑，称我是天赐神女，最得圣心。仙岛上自然是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，但有海上特有的果实，能让人神思清明，短暂止痛。前2世仙道凭借这条消息，从一个小小的观主一跃成了大国师。如今这功劳是我的了，我被封为寿安公主，成为一众姐妹中唯一一个有封号的公主。退出大殿时，燕昭深深地看我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她定然是怀疑了，可我必须要抓住机会，因为决定史书走向的下一个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。崇明29年，帝将连斩3子。前2世
蓬莱仙岛寻道后，倒是成了大国师，在燕昭的授意下，对国事大加插手。太子和2位皇兄反应激烈，皆称仙岛不过是野道士的胡言乱语，劝父皇拨乱反正。可是沉迷于仙药的父皇根本听不进去，反倒信了9000岁的进言。他认为太子等人担心父皇长寿，储君便无法即位，才竭力要斩杀道士。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。太子和2位成年皇子都死于同一日，连同几位未成年的皇子也被牵累，死的死，残的残。因此，当半年后，父皇身体迅速衰败，江山却已然没有成年皇子可继，成了燕昭的一言堂，而我也成了待宰的羔羊。这一世，我在这场暴风雨中提前就下了一个人，14皇子怀信。我声称他曾在年幼时替我责骂过古怪的老太监，与我投缘，喊他一道去江南为父皇祈福。左右不过一个不成器的少年皇子，无人在意，因而躲过了这场谋逆的浩劫。我无力改变父皇的结局，只能在这场大浪里尽力为自己树一座帆。怀信是未成年皇子中年岁最大的，母妃是太子生母淑妃的堂妹，母族贺氏虽显赫，但其母妃在族中并不受宠。贺氏将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太子身上，从前并未关注过14皇子。可如今天变了，5个月后，父皇的身体如前2世那般轰然倒了下去。燕昭领秘密遗诏，公然摄政。他派人来接我，接我的信使恭敬地说，如今京城已经是9000岁的天下，9000岁愿以天下聘公主，只要我跟随燕昭的人回去，只要我点头，我就能像那些字幕说的那样，成为燕昭的心尖宠，成为本朝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他们说燕昭这样的人，寻常女子根本无法接近他的心，所以燕昭每一世都要得到我，终生都不会背叛我。只要我肯，这场耗时3世的画本子就能画上一个完美的终结。可我不愿，因为贺氏接14皇子进京的马车也到了。我一声称执遗诏，站在了14皇子身侧。寿安公主在皇帝生前盛宠，一时间群臣竟也不知该信我，还是该信燕昭。唯有燕昭隔着重重人海，阴鸷地看向我，眼神中势在必得。朝堂的势力分为了2派，以9000岁燕昭为首的东西厂太后，以14皇子为首的寿安公主和贺氏。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燕昭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拔除干净的。在日复一日的缠斗中，燕昭越发偏执狠戾，东西厂动辄血流成河，众臣子畏惧。好在14皇子是皇帝亲子，占了大义。我扶持母族，提拔寒门，充实着自己身边的队伍。同时，我游说几位母族高贵的公主主动站出来，以皇家的身份支持14皇子。燕昭厌恶女人，父皇轻视公主，若是不反抗，我前2世的经历就是公主们的结局。二姐率先允诺与我结成同盟。先帝2公主的母妃是戍边大将军的后嗣，她一刀斩了东厂的父亲卫士，作为投名状。紧接着4姐姐、6姐姐纷纷前来，她们有的善谋算，有的母族强盛，有心细如发，亦有善刀枪棍棒。而我要怀信允诺，若有一日她荣登大宝，要许所有公主嫁娶自由，和同姓王爷享同等俸禄和食邑。我拥有了封地，拥有了卫兵，家中族妹成了14皇妃。我不是14皇子身边的金丝雀，而是替他遮风挡雨的长姐。字幕不理解我在做什么。女主就算扶持了自己的弟弟做皇帝，难道能做皇后吗？到头来不还是一个小小的公主？燕昭执念女主已经3世了，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个好结局？什么是好结局？是我历经3世，最终仍旧选择了一个夫君，依靠他活着吗？还是我必须认下画本子女主的身份，她燕昭爱我，我就一定要接受。曾经我以为女子一定要千挑万选，择一个好夫婿，没有父皇的宠爱，纵使高贵为公主，也要依仗夫嫁，度过后半生。可当我真的拥有了权力，我才发现前2世的想法有多可笑。承元6年，也是燕昭摄政的第6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本朝已经6载没有皇帝了。
起初燕昭派人来劝我去做摄政王妃，门客费尽口舌，恨不得将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揽进燕府，做我的聘礼。后来我有了卫兵和封地，燕昭就换成了亲自来。他守在我的门前一宿又一宿，指天起誓，连命都愿意给我。再后来，我成了14皇子阵营的1号人物，整个贺家都对我毕恭毕敬，怀信诸事都会问询我的意见。燕昭便不来了。原来他也知道他的命不如权力值钱，所以前2世我不过是臣子的妻室，9000岁甚至不需要自己出面。燕昭只要勾勾手指，只要对窦然和宋清墨稍加暗示，他2人就会眼巴巴地杀了我，或者将我奉上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不是爱人，而是可以交换的礼物，是象征着权力的战利品。不过这一世，我敢这么和燕昭耗下去，是因为我知道他活不了太久。字幕说，燕昭又是进宫被欺辱，身躯又有缺，注定不得高寿。他是这个世界的男主，我无法斗过他，但我能熬死他。这些年流民四起，地方兴起了不少自立为王的大旗。燕昭和怀信虎视眈眈地盯着彼此，屯兵在京畿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一切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春日，摄政王燕昭病重，暗信传到14王府，我们当机立断逼宫，要趁燕昭昏迷不醒的时机，一举拿下宫城。可当我们闯进后殿，却撞上了端坐在龙椅上等我们的燕昭。有诈，是请君入瓮之计。怀信的亲卫尽数被缴械屠戮，我们被押至燕昭面前。近处看，才发现消息不算有误，燕昭的确是登进油窟的面相了。重病折磨得他骨瘦如柴，可眼神依旧犀利如鹰。他贪婪地看着我的脸，他向怀信承诺，只要肯将寿安公主下嫁给他，他就愿意将江山拱手相让。14皇子，未来的皇上，我们已经斗了6年了，难道你就不想真正坐在这把龙椅上吗？我是无根之人，不惜得这位子。燕昭喃喃自语道，我毕生所愿就是拥有寿安公主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坐拥江山。14皇子，你好好考虑。14皇子怀信当年是我就下的，我护着他从先帝杀子的风波中活下来，又义无反顾地护送他归京。我一手扶持他走到了今天，成为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。他的妻子是我的族妹，腰间的佩玉是我亲赠。他曾对我说要以天下养，可如今他迟疑了。怀信轻声开口，姐姐，你最为我考虑，9000岁活不了太久了，你就委屈一下。他眼中是对那把龙椅的狂热。燕昭安静地看着我，像看着自投罗网的猎物。于是我点头了，行，我嫁。你们要绑着摄政王妃吗？燕昭示意卫兵松绑，就知道这个弟弟也是靠不住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主会把你放在第一位啊，怎么活了3辈子都没有弄明白？男主江山都不要，就为了能在临死前和你做一次夫妻。我恨女主是个瞎眼。是啊，怀信靠不住。夫君和兄弟都是男人，哪有夫君靠不住，兄弟就能的道理呢？夫君会将我送出去求前程，兄弟也会。所以绳索脱落的那一瞬，我从袖中飞出一把短小的匕首，回身稳稳地插进了怀信的胸膛。在他错愕瞪大的眼神里，毫不留情地又往里送了1寸。谁说我要扶持14皇子当皇帝？屋外的金甲军破门而入，弓箭手射穿了燕昭亲卫的盔甲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燕昭绞杀的是怀信的人，而我的兵一直藏匿在宫中，等我号令。如今瓮中被捉的鳖是9000岁燕昭了。我直直地指向他，声嘶力竭地喊，燕贼杀14皇子，罪不容诛。燕昭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没真的给过我什么。那就在临死前替我做一件事吧，替我担了杀怀信的罪名，让我日后的通途不染鲜血，光明灿烂。我过继了怀信旁系子侄中的一个婴孩，扶持他为幼帝，开启了太后临朝摄政的27年。全天下没有人敢逼着太后嫁人，我终于得以自由。那些字幕在燕昭过世之后消失了，偶尔想起从前，宛如一场幻梦，有无数声音逼着我接受畸形的爱意，可我执意不肯，
在一世又一世的轮回中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